下一站莫斯塔尔。我们现在要从克罗地亚到黑山了，现在是过黑山的海关，要把护照、疫苗证给他看检查。其实很少人呢。虽然黑山它不是欧盟，也不是申根，但是持有申根的多次往返签证或者是欧盟的居留证就可以入境。现在我们已经进入黑山共和国啦。其实持申根签证也是可以进入黑山还有克罗地亚的，但是如果不是多次往返的话，你就回不去申根了。所以申请签证的时候一定要注意，要多次往返。进入黑山了，有什么感觉？好像是中国40年前的农村一样。对，你看，如果是奥地利啊，或者是西欧的一些发达国家，你走在路边，这些草啊，还有灌木，他们都会修剪得很漂亮。然后在黑山就是放任不管，杂草丛生，还是有一点区别的。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差异就是，很多地方只有3G 或者连3G 都没有，这和其他欧盟国家还是差距很大的。我们已经到了莫斯塔尔了，我都忘记莫斯塔尔它其实不是在黑山，是在波黑。就是我们已经到了才发现，怎么车牌都是波黑的车牌，然后才发现我们来的是波黑而不是黑山，搞错了。Hello, yes, we speak English. Do we have to pay for parking in here? 5 euro for the whole day. All day. 我们现在来到莫斯塔尔古城了。可以看得出这里受伊斯兰文化影响。清真寺，还有很多穆斯林清真食物的餐厅。对，像新疆人一样。你看这种都很像维吾尔族的那种装饰。莫斯塔尔位于波黑西南部，是一座天主教徒、穆斯林还有东正教徒混居的古城。波黑战争期间，莫斯塔尔一度成为交火最为激烈的战场，反目成仇的波斯尼亚族和克罗地亚族人残酷厮杀了10个多月，摧毁了全城大部分建筑物。这场战争发生在92至93年之间。到现在，在古城中还是随处可见雕刻着勿忘1993的石碑，加上在古城中随处可见被炮火摧毁的残垣断壁，很多建筑的墙上还保有战争留下的弹孔，这些都提醒着人们那场战争的残酷。谈到战争实在是太沉重了，要吃一些美食来平复心情。这一家餐厅位于老城中心，有一个观景位置绝佳的阳台。跟老板说我几年前在这里吃过，他非常开心，而且还给我安排了上次坐过的位子。在巴尔干地区旅游，一定要尝尝当地盛产的无花果还有石榴，用水果还有坚果制成的压缩甜点也是当地的特色，其实和新疆的切糕有点像诶。当然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巴尔干地区最经典的美食 cevapi， 它是一种用碎肉做成的肉卷，一般会混合羊肉和牛肉，它可是波黑还有塞尔维亚的国菜哦。点菜前和隔壁桌的人交流了一下，他们说他们点的这个是2人份。2人份那么巨大，那我们就点个1人份吧。我们点了一个1人份的 cevapi 烤肉拼盘，还有一个烤鱿鱼。点完菜以后打算用手机拍照，发现手机不在包里，然后我就立马狂奔了2-3公里回车里找手机，但是车里也没有。哎，不管了，先好好吃了再说。好吃，吃吧。要点一点他们这个酱来吃。
是很香的奶酪酱。吃完饭还是没找到手机，还好可以用爸爸的手机来操作无人机。莫斯塔尔的标志性建筑物莫斯塔尔古桥建于16世纪。这座古桥在耸立了427年后，于1993年的波斯尼亚战争期间被摧毁。经历了长时间的重建后，于2004年才重新开放。从桥上跳入内雷瓦特河是城里的年轻男子们的传统。由于河水非常冰冷，而且水流非常急，因此这是一项非常危险的壮举，只有训练有素、最好的跳水员才敢尝试。跳桥这个传统据说在当地已经延续了几百年。这是表演跳桥的一个团队，就是下面的伙伴收购了足够的小费，然后上面的人就可以开始跳了。人家跳的那么辛苦，大家有钱的还是捧个钱场吧。看完跳桥，继续回车里找手机。玩完无人机以后，回到车里继续找手机，还是找不到，怎么都找不到。然后问了坐在门口看停车场的那2个小哥借手机打我自己的号码，然后打不通，居然说关机。明明还有很多店呢，关机那不是被人捡了关掉了吗？然后我就有一点着急，但是也不是很着急，就总觉得能再找回来的。然后我就跟那2个小哥说，我保存我这个号码，如果这个号码打回来或者回复短信的话，你能不能告诉他我很需要这个手机，我可以给钱你把手机还给我行吗？然后正在交涉的时候，我爸说手机找到了，原来就放在这个位置，因为温度太高，它自动关机了。哎，说起丢东西，其实我6年前来莫斯塔尔同一座城市也丢过一个东西，当时是一个包，走的时候忘拿落在民宿了，然后到家以后才发现，咦，怎么少了一包行李？然后就立刻联系民宿的老板，他说是的，的确在你房间里看见一个包。我问他能不能帮我从波黑寄到布达佩斯来，他说他不懂寄快递，我就自己去查了当时有的各种快递公司，价格非常贵，差不多要2000多人民币左右吧寄过来，然后还要经过各个国家要关税呀，各种查呀，反正就说寄不了。但是后来呢，经过几个导游好朋友的帮助，这个包从波黑到黑山，然后再到斯洛文尼亚，反正辗转好多个国家，经了好几个人的手，历时差不多3个月，最终还是到我手上了。真的觉得特别神奇，同时也特别感谢这几个导游，真的是人间有真情，人间有真爱，特别感谢他们。最重要的是，其实帮我的这几个导游我并不认识，都是一个搭着一个介绍的。这个包包失而复得的故事，也可以看得出我们海外华人是多么的团结友爱互助啊！我每每想起都觉得很感动。下一站我们要去黑山的科尔托，这次没搞错了，这次真的是要去黑山了。湍急而清澈的内雷特瓦河沿着公路一直奔流，它是亚得里亚盆地东部最大的河流，全长230公里，也是波黑还有克罗地亚最珍贵的天然资源之一。这条河流因它的自然之美被称颂，河流区域风景变化多样，极具视觉吸引力。
是很多欧洲游客钟爱的度假胜地。沿途看见很多本地人在河边支起帐篷，摊开沙滩椅，生火烤肉。看他们在河边喝酒聊天，热了就跳到河里去游泳，气氛真是好欢快啊！他们很热情，邀请我。巴尔干地区的人民实在是太热情了，他们看我举着相机那么好奇，纷纷邀请我尝一尝他们的烤肉。因为波黑也是一个穆斯林数量众多的国家，所以很少能见到猪肉，大部分你所能见到的肉都是牛、羊或鸡。Better than pork. 想不到停在路边看风景的功夫还蹭了一顿饭，就是因为充满了各种意想不到，旅途才这么让人向往。背着30公斤的船爬坡2-3公里，太累了，换我爸接力。走到一半，这个包爆裂了，所以我们要想个办法，2个人一起抬上去。哇，走了半个多小时，